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说他没有杀你？看见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是说他带你来的？那看来他就是让你看着我，让我不要贸然行事。七，你的名字？那我以后叫你阿七。明天的考题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他让你带给我的。选夫论。在世人眼中，女子成人之后，终身大事便是选夫。我已教授诸位许多关于女子的遵循之法与处世之道，就请你们依据以往所学，就选夫这一命题做出论述。考试时间1个时辰为限，除非交卷，不得离开考场。开始答题吧。1个时辰内，所有人都会待在此处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。这么多字，抽完就该交卷了，我哪还有时间谈查？干嘛？交白卷吗？这也太不靠谱了！慢着！怎么了，先生？我不是才说了吗？考试时间内不得离开考场。先生，我已经答完了。你确定这就交卷？我已经答完了，不能交卷吗？你可知不认真对待考试之人，会有什么下场？我认真对待了。针对此题，我想写的、能写的，都已在纸上。若我没有漏听漏看，先生应是没有规定字数吧？你可想好了，离开这个考场，如若后悔，可就来不及了。谢谢先生提醒。这个是真指望不上。我都已经出来了，我就断然不会再回去的。你若是再发出声响，那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。哎，我有数。走。
昨夜一靠近这里便被阻拦，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看来下面另有乾坤，我下去看看，你帮我望风。哎，没事。哎，看来他真的很迷恋为人师表。师父，我不喜欢你骗我，你能不能让我安心一点？师父，事已至此，要么你就带着我，让我在你眼皮底下行动；要么你就事事逼着我，让我自行试错。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。你敢威胁我？师父。师父，这是……毒腺已经侵入后脑，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解药，我娘的解药！我已经查过了，解药不在这里。你看这儿，这些难道是？没错，考出不同的名次，吃不同的药。怪不得有的人没有意识，但有的人已经像木偶一样，他们拿人当试验品，这层血子全部变成了他们的药人。正因如此，灵压塔才能靠着这些药控制那些所谓的权贵。此药可致人出现幻觉，身处极乐之境，越陷越死。一旦尝试，便会迷上那种感觉。给魁首吃这个，算什么奖励？这些药虽让人上瘾，但好歹还有些神智。其他药更甚。若全都是傀儡木偶，他怕是过不了教授育人的瘾，所以他让考得好的学生留有神智，至于那些差生，就沦为玩物，任他摆布。我明白了，秦玉人就是靠铃声操纵那些傀儡的。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。暂且先不提秦玉人的事，你这个时候不应该在考试吗？我考完了呀。这才多会儿功夫呀！我给你的那些文章，就算是熟练的代笔先生，也得抄很久。你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来？我就写了一句话。一句话？嗯。那秦玉人向来看重学堂秩序，你这般行为轻佻，轻视他的威仪，简直就是把他的脸踏进泥里。师父，你放心吧，我可是有在好好答题的。他让我们就选夫一题做出论述，我最想说的话就是那句：宁可抱香枝上老，
不随黄叶舞秋风。世人皆云，选夫为女子一生中最大之事，嫁作人妇为女子一生中唯一可行之道。我却不觉，我偏要另行其事，离经叛道。选夫，我偏不。他还挺有趣。如果不是在灵牙塔相遇，说不定你们会惺惺相惜，秉烛夜谈。那个秦玉人如此孤傲冷血，我才不愿跟他多说一句。其实秦玉人并非大奸大恶之人，只因为情所累，后来横遭变故，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师父，这么说，你知道他的身世？哎，这次考得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姐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正四处寻你呢。怎么办呀？刀姐姐好像真的决定跟那两姐妹组队了。那我们……没事的，放心。放榜。我又是第2，我又是第3。姐姐，你是第1名，榜首竟然是你！你好厉害呀，姐姐！光他厉害有什么用啊？架不住还有一个拖后腿的。我考了倒数第1。不是你的问题。若是先生喜欢我的答卷，定是不想要常规解法。可是本来我们总能拿第1的。就是因为我的分数那么低，才拖了大家的后腿。你看，刀娘考的不是挺好吗？那是，我们刀娘考的可真好，我们3个定会是此次魁首。刀姐姐，你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你们2个，你笨的要死，他那提前交卷，那能怪我吗？想必诸位学子都有知晓自己的成绩。下面我将公布分组后的最终排名。此次共有20名考生参与考试，无法进分3人，所以会有2名学子被剩下了，总分上会有些吃亏。但好在他俩成绩够高，不至于排到末尾。白小慧、白小英，那2位被剩下的是你们。别这么看着我啊！最烦你们这种自以为是的。我们3个是一起上来的，自然是一组了。你怎么会有明天考试的题目？这个你不用管，放心考就行了。你想让我帮你干什么？别无所求，我们不是一起上来的吗？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那你怎么不把这个考题给江蛮呢？江蛮的底子差，如果忽然考得很好，一定会引起秦玉人的怀疑。我知道，你对这里的人处处提防。不过只要你还把我当作同伴，我就一定休戚与共，推诚相待。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呢？真是不知羞耻，犹如斯文！哎，我可什么都没答应过你们啊！我说过了，让你们离我远点，是你们自己一直一厢情愿的。好了，分组已定，多说无益。下面我将公布此次考试的魁首。让我们祝贺这3位。且慢，先生，我方才猛然想起，我好像有一处错漏。什么错漏？我的考卷没写名字，所以此次成绩不能作数。南芝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是啊，姐姐。你这是将我这幽灵书院的考试视作儿戏。先生，正是因为本学子重视考试，所以才会主动承认。不过这书院本就不是真的书院，先生也不是真的先生，或许这种错漏也无伤大雅吧。很好，为了奖励你的诚实，我就如你所愿。来人，
此人态度不端，成绩作废。你们干什么？把他们仨给我带下去！你们干嘛？求求你，别杀我！南言之，如此心软，还想报仇？师傅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就去把他杀了。言之，不必了。你本性太过善良，不适合去灵牙塔。可是师傅，我娘中了灵牙塔的毒，我必须拿到解药。老娘真是被你坑死了！这次是我擅作主张，连累二位，对不住。真是脑子有病！你干嘛？你又搞什么幺蛾子？哎，谁？干嘛？来，哎，去一边去！别碰我！松绑有屁用，当初就不该信你，现在小命都要被你玩没了。刀姐姐，你消消气嘛，姐姐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。我自己来。不是，南之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是呀，姐姐，我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放弃做魁首啊？当魁首，也不能去第3层。不是说得到第1名就会有重赏吗？钱先生是这么说的呀。这就是给魁首的重赏，你们自己看吧。这是樱草，还会有各类菇粉。你懂药草？我从小跟爷爷一起去山上采药，当时很多药材我都有接触过。那这东西到底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东西吃多了，就会变得像这些学子一样，行尸走肉。那这么说，整个学院不都是钱先生的傀儡啊？亏了没跟那俩姐妹组队，要不然还真就被困在这儿一辈子了。可是钱先生每天都跟这些傀儡在一起，他不觉得瘆得慌吗？也许有的人就是愿意沉溺幻想，享受这种虚假的快乐。那才是天大的蠢货！梦里面越享受，清醒过后就越痛苦。要是我，就算是要严刑拷打，也要站着清醒着。想让我吃这种玩意儿，做梦！大胆！谁让你们进来？这某些人啊，蛮靠仁义道德，再看看自己做的事儿，枉为师表。自我掌管书院以来，还从未遇到过像你们如此顽劣的学生。看来真的有人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钱女士，你叫我什么？秦女士。多少年了，居然还会有人这么叫我？秦女士曾是本朝名满天下的第1才女，那个在太后身边为其执掌御批、号令百官的宫中至诰，这么称呼，难道错了吗？你揭穿了我的身份，就不怕我杀了你？秦女士当然可以杀了我，但在临死之前，我想知道，那个在百姓心中宅心仁厚、爱民如子的第1才女，她是否还在？
他已经死了。宁可抱香枝上老，不随黄叶舞秋风。这是秦女使在及笄之年为自己写下的名句。若那个他已经死了，我又怎会获得此次魁首？你还知道什么？听说因为太后失势，他被赏给了太子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可是有多少女子就是因为秦女使得以入学堂、识文字、破除礼教、独立于世，时至今日，她仍旧是他们心中的第一才女，女中良相。自恨罗衣掩诗词，举头空羡榜中名。第一才女又如何？没有了太后的庇佑，不就是个金玉做表的玩物罢了？落到男人手里，满腔的才学再无用处。他们不在乎你的永柳之才，他们只在乎你这轻薄衣衫下到底藏着一副怎样的身子。只可惜，怪我当年年少轻狂，恃才傲物。你别过来！我怎会与你这酒囊饭袋进床子之婚？我要见太子！我要见太子！我自以为清高，不愿意色示人，我还划伤了他的脖颈，而太子却降罪于我，将我丢入大狱。我才知道，原来太子看中的并不是我，只是想断太后羽翼。而我失去太后庇佑，彻底沦为囚奴，随意任人踩踏，连最下贱之人都能轻薄于我。那一刻，满腔的才学，满腹的经历，满心的忠志，都成了笑话。那秦女使为何会来到此处？我本以为会被凌辱致死，然后扔进那乱葬岗。然我精通药理，便被这灵牙塔主买来协助试药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是在助纣为虐？这塔中满是恶行，那又如何？我早就不在乎什么仁义道德了。在这儿，至少我有我的书院，我有我的学子，我可以为人师长，我可以传授知识。这里根本不是什么书院，那些也根本不是你的学生，操控这一切的只是那个铃铛而已。你如此沉溺幻想，和那些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？幻想又如何？我的人生都已破败至此了，我就是想做一个梦，一个超脱世俗的梦。就算醉生梦死，又有何不可？我就是要打醒你，秦女使。你虽女子出身，却不落窠臼，敢破礼法之所。明明有治世之才，经略之谋，现如今却自甘堕落，成为一群吃人权贵的帮凶。你说的倒是轻巧。我身处地狱，无力向上，我就算心有不甘，我又能如何？我这一条贱命，我又能如何？要是心有不甘，那就抗争致死，杀恶鬼，出地狱，在世为人。你果真有趣。说吧，
折腾了这么久，究竟所为何事？我要解药。秦先生，有件事我一直很好奇，之前那些人是如何通过这第2层的？其实说来也简单，只要在晚上到了子时来到这个地方，就会有雅仆接你们到第3层。就这么简单？我在这院内明令宵禁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原来如此。在上面要是待不下去了，这里随时欢迎。也不知道带上你们是好是坏。戏演得不错，是你把我的身份告诉他的吧？我不理解，以前我3番5次邀你，你都没有回应过我，为什么这一次却对他敞开了心扉？你这次也并非真的为塔主而来，是为了他吧？我会禀明塔主，幽灵书院并无问题。暂且留步。你说过会帮我杀掉害我入狱之人，是真的吗？你我都皆知那人权势滔天，想要报仇，需通力合作才能得其所愿。好，你若帮我，我便帮他。这什么破地儿啊！不是说1层比1层好吗？这感觉还不如第1层呢。这层到底比什么？该不会就咱们3个人比吧？你们有没有听到？这有什么声音？听着像打铁铺的声音。这次到底是比什么？这次到底比什么？不会真是我们3个人比吧？哎呀，你跟人家雅仆较什么劲呢？这先好好吃饱饭才重要。哎，但这菜确实比前面强点啊。等等，居然敢在饭菜里下毒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看来，在这层不是被毒死，就是被饿死。怪不得这层没人了。带我们去见雀蛇。
主人，这是幽灵书院最近新送来的新药，药效比之前的更佳。不出半年，贵人们必定会成吃成瘾，而且一旦停药，就会狂躁难安，生不如死，直至衰竭而亡。很好，但只是这样还不够啊！不知主人为何不满？我苦心孤诣经营这座灵牙塔，不仅是为了削弱他们的心智，更是要壮大自己的实力。请主人明示，那批钱为何迟迟没有运到？究竟是你松懈了，还是管不住下面的人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主人责罚。你也不必如此，下面的人不听话，换了便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起来吧，主人，属下一定尽快的督促。这塔里的老人待久了，难免是倚老卖老，自以为是。该心狠的时候绝不能手软，才能成就大事。主人教训的是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不容有误。是。之前听你说过，那人被你在脖颈处划伤，险些送命。这里居然还有个这么大的洞！行，大晚上的还有会客呀？又来了3个新人，我这还真是越来越热闹。这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来参加生死局的。这么着急赶着投胎的，我倒是头一次见。我就喜欢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不过今天时间不早了，想参加生死局，等明天吧。你先告诉我，这层的生死局是什么？不急，你们能活过今晚再说吧。你们干什么？别想着蝇营狗苟的在老娘饭菜里下毒，老娘不吃你们那一套。聚宝窑近日进展缓慢，主上有多次催促，此事我总觉心神不定。簪花乃塔主义子，有他在，想必不会出什么纰漏。他，我倒不担心，只是若塔主不放心，无咎，愿代为效劳。我去，怎么突然这么多人？这里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你们是？这个箭射满了，可在我那边将就一晚。来，你们3
3个今晚就睡这儿，我都给你们铺好了。不用麻烦了。那个人怎么带着刀啊？有人说不让带刀吗？跟这样的人住在一块儿，这大晚上的，怕也睡不安生啊。姐姐，咱们今天真的非要住在这儿吗？不想待着，那就滚出去！图雅姑娘，他们3个今天刚到这一层，还不懂规矩，你就别和他们一般见识。哼。来，哦对了，你教我扣碗就行啊。啊，扣碗，没事，我们自己来吧。听你描述，你娘所中之毒，应该是在我之前的雀蛇太阴所为。这个雀蛇太阴，现如今在何处？雀蛇太阴在我之前，一直与此位塔主炼药，只有塔主见过他的真身。后来因为立下大功，也被升至上层。这么说，他现在是第3层的雀蛇。如果说那个簪花男就是雀蛇太阴，我最好还是先搞清楚这里的情况。说里面是一个铸币房。谁？出来！再不出来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窗无救，你不在底层待着，鬼鬼祟祟来我这里，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塔主不满交臂的进度，所以命我前来聚宝窑查看情况。你放心回去禀告塔主，我们会如期完成任务的。那就好。张无咎，你看完就赶紧走，我这里不欢迎你。你我并无仇怨，又何必如此？我知道你来这里干嘛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休想靠近他半步。怎么这么多人？不会又要死人了吧？
这一层比什么呀？诸位，这轮生死局叫做金窟猜谜。金窟猜谜，你听我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很简单，你们2人分成一组，随机分配，投骰子论输赢。游戏一共3轮，连赢3轮者，不仅可以离开第3组，而且这里的黄金，你们想拿走多少都可以。怎么都是金子呀？不对劲，肯定有诈。可是小心点好。我不参加，这辈子最烦赌博了。这可是生死局，你不参加的话，不参加又能怎样？来，给他开开眼。诸位，现在你们随机2人分为一组，每张桌子上都有骰子和骰盅，哑婆会在一旁宣判输赢，赢的人进入下一轮。至于输的嘛，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当然是丢下去，开天眼喽。我们不要站在同一桌，这样就不会自己人对自己人。刀姐姐，别说了，我是不想赌，但我得先活着。都痛快点嘛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早赌晚赌都得赌，早死晚死都得死。你们再不上桌，就都给我进去喂蛇。这个真就是纯看运气比他小吗？我不觉得，越是简单的游戏，越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怎么阿七也来了？难道又是师傅带来的？都准备好了吗？金窟猜谜，第1轮，开始。这段日子辛苦你们了。不苦。若是没有师傅，我也不知道如何能坚持下去。这是我给师傅做的，我给他起名千丝镯。他日若你带上它，我们一起闯进灵牙塔，定能所向披靡，无往不利。困兽犹斗，彼此对望，在废墟之中拼凑人心，无声泪水淹没希望，求救声在喉咙里生锈，仇恨肆虐吞噬着大地，野心化作锋利的刀，卸下恐惧炼成权杖，莫让棋局穷途末路。
黑暗。